大家好，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阿瞎偏偏。看开场，你们能猜到今天要解说的是哪部剧吗？没错，它就是许多观众期待已久，由青龙影帝刘亚仁主演，釜山行导演严尚浩执导，网飞出品的《地狱公使》。最近网上流传着一则都市传说：如果天使发出预言，指定某人下地狱，给出了下地狱的确切时间，等时间一到，不管预言的主人公在哪里做什么，地狱使者都会兑现天使的预言，将其送入地狱。这可谓是阎王要你3更死，谁敢留你到5更？对于吃瓜路人，这邪门的传说不过是闲聊的话题；可对于被天使选中的人，传说便成了真实的死亡通知书。还有几秒钟就是阿明的死期，他在恐惧中等来了3个浑身冒黑烟的怪物。阿明拼了命的想逃跑，怪物们却迅速将阿明团团围住，开膛破肚。接下来这一幕，胆小的朋友们请用屏幕糊住弹幕。怪物最后活活烧死了他。这送人上金殿的方式真是不敢恭维，别告诉我他们就是地狱使者，我们心里的地狱使者是这样的。另外，这怪物怎么看怎么像《甜蜜家园》里的记录怪，加了一层暗黑滤镜。网飞你也太会省钱了。怪物们完成任务，瞬间消失。刚刚还活生生的阿明，已经成了一具烧焦的骷髅。事件结果相当离谱，阿明的尸体不属于世间存在的任何一种物质。警方迅速就此案展开调查，通过目击者拍摄的视频，全警局都看到了怪物的样子。这都板上钉钉，不是人力所为了，还咋查呀？哎，别说，警方还真就锁定了一个犯罪嫌疑人。小白是新兴宗教新真理教的老大，教徒们尊称他为议长。小白不但向大众传递一个信息，天使预言是神对罪人的惩罚，只不过没几个人当回事。给不了解的小伙伴们科普一下，韩国以信奉基督教为主，政策上不干涉个人信仰，没有专门针对宗教的法律法规，因此滋生了许多以基督教为基础的邪教。这些邪教的高层多以带给人们幸福为由，大肆敛财，搞一些非法的勾当。因此局长一听到新真理教2012年才成立，就自然的把它归类为不同邪教。局长安排刑警老陈调查小白，听说新真理教晚上会在案发现场附近集会，老陈便带着搭档眼镜哥出发了。路上，眼镜哥百度了一下，将天使预言的具体形式告诉老陈。暗示天使通常选中的都是有前科的罪人，说不定是在行侠仗义。老陈则认为，警察的职责是抓捕罪犯，不管凶手是不是在替天行道，不管凶手是人是鬼，犯罪就是犯罪。老陈就到现场了解情况，但没找到任何证据。怪物别说脚印了，连根毛都没留下。老陈抬头向前看，新真理教的集会正进行到高潮。在小白播放的视频里，地狱使者们惩戒的的确都是各种犯下重罪的罪犯，包括强奸、抢劫、杀人、贩毒等等。小白与其他邪教头子不一样，他为人低调、勤俭节约、礼貌得体、乐善好施，毫无当老大的架子。老陈深知看人不能看表面，他邀请小白配合调查，就在新真理教的队伍里看到了自己女儿的身影。小白让老陈别紧张，他的女儿只是志愿者，不是教徒。如果老陈不乐意，小陈以后可以不用再来帮忙。短暂的插曲过后，小白和2位警察边走边聊。他坦诚地告诉2人，自己在当地天主教精英的福利院长大，从小就很厌世，一心等着20岁时离开福利院，找个没有人的地方了结此生。20岁的小白来到了青藏高原，并在那里第一次亲眼见到了惩戒现场。小白觉得这就是他活下去的意义，寻找神的踪迹，传递神的旨意。小白想让更多人了解，神只会惩罚有罪之人，这样世人就会因为对死亡的恐惧更加正直的生活。老陈听着听着笑出了声。老陈觉得维持社会治安只能靠个人自觉和法律制度。小白无奈地反驳老陈，他跟小陈提起过，老陈的妻子6年前死于他杀，而且据小白所知，杀人犯已经刑满释放了。老陈回家想起小白的话，重新搜索妻子遇害的新闻。他这么多年来一直不敢回忆这段往事，今天搜了一下，才发现凶手真的出狱了。老陈心中五味杂陈，确实不甘心仇人就这样重获新生，可那又怎样呢？他还是不能去报仇。接下来介绍一下剧中另外一个极端组织——剑族。这个组织以打击有前科的人为己任，有哪个罪犯刑满出狱，罪犯和罪犯的家人就会成为剑族的目标，备受折磨。因此，除了新真理教之外，剑族也对神的惩戒十分推崇。组织中的网红荧光男时不时开直播，同步近期的相关新闻。本次直播中不仅曝光了开头那位死者阿明的身份，还曝光了一段剑族成员殴打另一个前科人员泄愤的视频。第2天，老陈还没处理好阿明的案子，又得跟进剑族成员施暴案。可是出手打人的不过是一帮叛逆的青少年，只要他们不肯配合，警察也没办法。受害人的律师郑杰表示，剑族的行径一向非常猖狂，警察应该严肃处理。可受害人比起剑族更担心那些会把人烧焦的怪物。老陈无奈，他也无法说明怪物的由来。接下来事情的走向越来越超出警察的掌控范围。一位单亲妈妈下班回到家，13岁的儿子和6岁的女儿特意为妈妈准备了生日惊喜。儿子正打算录下这温馨的一幕，谁成想天使预言从天而降，
5天后下午3点，单亲妈妈将前往地狱。不是说神是惩罚有前科的人吗？单亲妈妈难道也做过什么坏事？她慌乱之中来寻求律师甄姐的帮助，因为在她收到天使预言以后，小白单独找到她，希望单亲妈妈同意直播前往地狱的场景，向世人展现神的旨意。为此，他会支付30亿韩币的报酬。单亲妈妈不知道预言是真是假，只是想委托甄姐，如果她真的死于神的惩戒，就把30亿韩币交到2个孩子手上。甄姐的同事压根不信什么天使地狱，劝还来犹豫的甄姐，如果怪物没出现，就能打了邪恶的脸；如果怪物出现了，反正惩罚的也不是他们，律所照样可以出佣金。甄姐心里不安，想着先报警再说。次日，小白在教徒的簇拥下来见单亲妈妈，老陈和甄姐也带人先后赶到，和小白就直播问题进行谈判。对于甄姐提出的绝不泄露单亲妈妈以及2个孩子的身份，和就算直播不成功也要支付全款的条件，小白都没有异议。正式聊完，小白注意到四周摆放的照片，发现孩子们的爸爸从来没有出现过。单亲妈妈实话实说，一双儿女都是未婚生子，他们的爸爸不是同一个人。甄姐不想让单亲妈妈透露隐私，小白却继续低情的发言。他猜想单亲妈妈总当小三，才会造成孩子们没有爸爸。单亲妈妈没有明确回答，但只要能拿到钱，让孩子们无忧无虑的成长，她什么罪都可以认。就在各方势力筹备直播的同时，没想到老陈的搭档眼镜哥竟然是剑族的支持者。他匿名向荧光男爆料了单亲妈妈和2个孩子的身份，以及单亲妈妈当小三的罪行。荧光男根据眼镜哥提供的信息，找到一张2个孩子的合照，看到哥哥手臂上有伤，并大肆宣扬妈妈家暴。剑族找上门来可就糟了，谁知道他们会不会杀害孩子？甄姐和老陈只能连夜送孩子们出国，只剩下单亲妈妈孤身一人等待死亡。花开2朵，各表一枝。老陈的女儿小陈向小白倾诉，6年前妈妈让小陈送换洗的衣服给爸爸，小陈半路被宠物店的小狗吸引，忘了送衣服的事，妈妈只好出门再送一次，这才在路上遭遇了不幸。因此小陈多年来都在怪自己，要不是他粗心大意，妈妈也不会死。小白听完立马抱住了小陈，轻声安慰，让他不用再自责，今晚可就带你报仇。接着小白带小陈找到了杀害他妈妈的凶手，这家伙出狱以后一直游手好闲，活得自由自在。小陈一见到仇人顿时失去了理智，不用小白多说什么，冲上去电晕了仇人。随后小白从游戏借了焚化炉，让小陈把人推进去，然后启动了开关。看着惨叫的仇人，小陈流下眼泪，露出痛快的微笑。可2人出手报仇是妥妥的犯罪，已经脱离了鬼神的范畴，难道就不怕被警察发现吗？然而看到西蒙的老陈悲喜交加，他们局长现场情况，局长却劝老陈别再纠结，惩戒之后的尸体都成了超自然物质，很难查出什么证据，说不定真是天降正义。这让老陈这个无神论者竟然开始有些相信小白的说法，没察觉到这起案件与以往有所不同。此时由于新真理教的宣传，再加上剑族火上浇油，民众们纷纷认定单亲妈妈有罪，他们聚众示威，迫不及待的想看一个陌生人下地狱。各大电视台也打算全程转播惩戒现场，大赚一波收视率。新真理教甚至还安排 VIP 席位，连杀人现场都分出了山顶和摇滚区， VIP 还都得戴面具。不知为何，一股似曾相识的感觉扑面而来，请弹幕大声喊出那4个字。眼看着快到预言应验的时间，单亲妈妈虽然憔悴不堪，却还是一门心思要坚持到最后。临近惩戒时间，主持人开始倒数，倒数结束，四周一片安静，直到沉重的脚步声响起，地狱使者现身了。眼看着单亲妈妈被钳制住，埋伏好的警察除了老陈，无一人敢上前。当老陈也被一巴掌扇晕，单亲妈妈彻底丧失了生的希望。地狱使者凭空消失在 VIP 观众面前，随着眼镜哥双膝跪地，在场的所有人都跟着下跪，跪的不是单亲妈妈，是刚刚出现的神迹。并没在直播现场露面的小白，终于让世人相信神一定会惩罚有罪之人。老陈从医院醒来，整个城市前所未有的安静，他联系不上女儿，警局里也空无一人。老陈打开电视，小白一夜之间从邪教头子变成了救世主。他表示，不管是普通人还是所有政府机关，都该更加积极的寻找罪人。老陈打开邮箱，里面居然是女儿拖走仇人的录像。老陈这才明白为什么这几天一直联系不上女儿，他一定是被小白控制了。电视中的小白接着说，他会在网上公布新真理教整理的所有罪行，供大众判断什么是罪。主持人反问，难道是有了书面依据，人们就能轻易分清所有罪恶吗？小白听到这里突然情绪激动，在他心里，世人早该按神的旨意，每时每刻都明确是非，新世界是时候到来了。随着小白的宣告，整个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大众为新真理教马首是瞻，直播中没有下跪的贞洁，朝地狱使者开枪的老陈都成了众矢之的。害怕成为第2个单亲妈妈，贞姐打算带上重病的母亲赶紧离开。可命运和编剧不让贞姐顺利出发，
临行前，他竟然在2004年的举报文件中看到了小白接受采访。那时的小白就已经为今天的状况筹备许久，并且采访内容中还有令甄姐震惊的真相。至于这真相到底是什么，咱们接着往下看。也就是说，小白早就预测到今天的状况，他10几年来四处宣传，就是为了等一个合适的时机，打造他心中的无罪世界。这简直太可怕了！甄姐赶紧带着母亲去事务所，想和同事商量该怎么办。可事务所早已人去楼空，同事也被剑族祸害得不成样子。此时剑族正好游荡在事务所附近，他们连甄姐重病的母亲也不放过，把老人家拖到了地上，拳打脚踢。甄姐赶回来保护妈妈，也少不了挨一顿揍。等他们打够了，甄姐才爬到妈妈身边。她强忍着伤痛求救，可甄姐刚把妈妈送进急诊室，就感受到了周围异样的眼光。果然，她挨打的视频被传到了网上。甄姐担心妈妈闯进了急诊室，不祥的预感总是会发生。母亲根本没有得到治疗，甄姐的妈妈已经走了。另一边，老陈不怕死的赶到小白住的考试院，想问问小白把女儿弄到哪去了。可他扑了个空不说，还被一众信徒疯狂殴打。幸亏这时小白来电，信徒们光是看到小白的名字就面露崇拜之情，立马停手，并听从小白的指示给老陈让路。小白给老陈发了一个地址，让他去那里找女儿。老陈油门踩到底，直到深夜才来到小白指定的地点。这是一间废弃的学校。在见女儿之前，小白还有话要和老陈说。20年前，小白在这里也收到了天使的预言。他在和老陈初次见面时，隐瞒了自己10几岁时被预言这一点，只说了20岁看到神迹以后，才开始寻找所谓的神的旨意。同一时间，甄姐才找到了举报小白的牧师，牧师还保存着小白当时的采访音频。小白起初也不相信，还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。可随着时间推移，天使的声音在他脑海中越来越清晰。小白想问问，他当时只有10几岁，连小偷小摸都没做过，也没有伤害过任何人，为什么就被判了死缓呢？可见所谓怪物杀人是神惩戒有罪之人的说法，或许根本就不成立，全是小白瞎编的。老陈才不管那些，他是想知道小白有那么多教徒，为啥非要利用自己的女儿？小白想利用的不是小陈，而是面前的老陈。说到这里，淡定的小白突然泪流满面。其实这20年来，他一直生活在对死亡的恐惧中。我总结一下，小白受到预言影响，产生了极端的思维模式，导致他想拉所有人一起沉沦，于是就编出了神惩戒世人的谎言。对于这种人，我们有个俗称叫做变态。与此同时，甄姐想带走录音备份，牧师却点下永久删除，因为小白几天前来找过他，只要牧师做好录音的保密工作，就能成为新真理教的下一任议长。牧师欣然接受，并愿意为即将掌握的权力杀了甄姐以示诚意。仁慈的牧师当然不会亲自动手。甄姐逃出了对方的老窝，剑族的人已经在门口恭候多时。甄姐又遭遇了剑族的棍棒，看上去凶多吉少。还有几分钟就是小白的死期，他给了老陈2个选择：要么拍下地狱使者惩戒他的画面，让世人再次陷入恐慌，再回家去逮捕他的杀人犯女儿；要么就对小白的死保持沉默，享受充满正能量的新世界。还有，如果老陈选择后者，最好记得帮他处理掉尸体。这里肯定有小伙伴会问，小白有那么多信徒，还有和他产生利益交换的牧师，为啥偏偏选中老陈帮他收尸呢？偏偏在这里基于小白的动机推测，小白不选教徒是因为不能让教徒知道他是个骗子，不选牧师而选择老陈的理由应该是因为老陈本身很正直，是少数没有跟随大众相信神迹的人。如果老陈最后都选择按他的意思办事，就证明小白的计划真的成功了。小白发表完最后的演讲，地狱使者如期而至，天使从不食言。一边是真相和正义，一边是女儿，老陈会如何选择呢？他选择了后者。地狱公使改编自同名漫画，剧情结构照原作稍有调整，但内容改动不大，整体还是想讽刺韩国的社会问题，元素多而庞杂。就前3集而言，我分别看到了政府无能、阶级矛盾、邪教横行、乌合之众，大到现实残酷，小到个人困境。如果要让我在这些问题中找重点，我想导演最想表达的还是群体狂欢的可怕。小白只是点燃导火索，就造成了社会的爆炸，把整个故事推向高潮。可地狱公使的缺陷就在于，它还有更多值得讨论的现象。就像直播的主人公单亲妈妈，导演到最后也没说清她到底有没有插足别人的家庭。退一万步来说，就算他是小三儿，接受道德谴责、大众的批判都是活该。可小三儿就非要以死谢罪吗？大众关心的真的是担心妈妈有没有罪吗？还是单纯的就想看到她死呢？这个辩题够不够大家讨论几天？还有，荧光男利用流量优势编造单亲妈妈家暴孩子的行为，使得不知情者纷纷加入讨伐的阵营，谣言和网络暴力的主题，这体量放开了也能拍部电影。再往小了说，光是罪人的家属该不该被牵连，都能拍出我们与恶的距离。地狱公使仅仅一部6集的剧，却想囊括这么多社会议题，当然会显得主旨不明，没有章法。剧中留下的悬念太多了，比如真理教和剑族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如果是单纯的2个阵营，设定过于简单；如果是相辅相成，他们之间又没啥交集。
天使的预言到底有什么依据？看样子，小白编出的死者有罪论并不成立。要是地府随着性子挑人，那地球不是早晚要毁灭？而且小白死了，世界真的会像他所说的那样运转吗？建筑为伤人就不是犯罪吗？牧师的欺骗就不是犯罪吗？他们凭什么能置身事外？想看更多精彩电影分享，记得关注小袁说大片。拜了个拜。